第304章惊心动魄。安静地站在青石台之前，萧炎将面前的那尊赤红鼎炉稍稍推开了一点。现在的他并没有和其他炼药师一样立刻将火焰召唤出来进行炼制，而是安静地捧着那张薄纸，微皱着眉头，仔细地研读着上面那些寥寥可数的资料。磨刀不费砍柴工，这点道理萧炎还是清楚地明白，机会只有2次，任何一点疏忽都将会造成失败。这次考核所需要炼制的丹药是一种名为生骨丹的2品丹药，顾名思义，这是一种用来治疗那些伤势颇重的丹药。这种疗伤性的丹药一般来说都并不算得太过珍贵，这种生骨丹放在市面上恐怕也就几百或者上千金币的价值而已。这与那些能够提升斗气以及其他作用的丹药来说，这个价值显得有些寒碜。炼制生骨丹总共需要6种药材，在所有2品丹药中倒也不是算极其的繁复。不过这种生骨丹明显是工会特意配置出来的新型疗伤药，所以即使萧炎见识过不少疗伤药，可却依然对这生骨丹有些感到陌生。但是虽然疗伤丹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不过所谓殊途同归，这些疗伤药炼制的大致脉络倒是相差不多，只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况且这种丹药也不是极其的繁琐，只要炼药术的实际操作不弱，还是能够顺藤摸瓜地摸索出生骨丹的炼制方法。所以即使药方只是给了炼药时大致所需要注意的东西，可只要顺着感觉来的话，想必应该还是能够成功的。将薄纸上的所有资料全部详细地记在脑中，萧炎缓缓闭目，片刻后方才逐渐睁开，轻吐了一口气，将薄纸放在台上，转头望了望，发现小公主与那柳灵竟然已经是在催动着火焰，开始着手炼制了。2人药鼎中所催动的火焰都是相同的深黄色，这是完全用斗气所催化出来的火焰。不过萧炎却是相信，这应该并非是2人的底线，或许他们都有着隐藏的底牌，以他们的身份拥有底牌是极为正常的事情。这2人不管脾气性子如何，可实际操作的确很强啊。心中轻叹了一口气，自打开始接触炼药术以来，萧炎满打满算也不过方才学习了3年时间，而对于小公主柳灵这种或许从小就在他们老师身边接受培养的人来说，某些方面萧炎自然是有些追赶不及。毕竟就算他再如何天才，也不可能在这般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别人10几年的成就。而也正是因此，所以即使是小公主这般年纪便是达到了3品等级，可萧炎却依然没有丝毫受到打击的感觉。对方天赋本就不弱，加之接触炼药术多年，有如此成就，倒也并不是太过出人意料。此时距离考核开始已经过去了10几分钟时间，而在这短短的10几分钟间，巨大的广场上便是时不时的有着红光闪烁，而红光闪烁的石台后，那些失败的炼药师们则只能面红耳赤地选择颓丧退出。对于某些喜欢中规中矩炼制丹药的炼药师们来说，这种剑走偏锋的考核几乎是要了他们的命。淡淡地瞟了一眼从前方搭着脑袋满脸哭意的对着场外行去的一名炼药师，萧炎摇了摇头，不再理会，将自己的心神完全地投入到了即将开始的炼制中。将暗红的鼎炉端正地摆放在自己的面前，萧炎搓了搓手，手指一翻，一枚紫色的药丸便是出现在了双指之间。屈指轻弹，紫色药丸径直弹射进萧炎嘴中，缓缓嚼动着。片刻后，嘴巴猛地一张，一团紫色的火焰喷吐而出，旋即被萧炎握在了掌心之上。哇！紫色的火焰！因为身处全场最受瞩目的位置，再加上先前那拉风的出场，因此不论贵宾席以及观众席上，都有着无数人在时时刻刻在关注着萧炎的一举一动。瞧得他忽然搞鼓出了艳丽的紫色火焰，当下响起一阵阵惊呼声。虽然庞大的广场上并不乏一些颜色稀奇古怪的火焰，可萧炎那用嘴巴吐出来的奇异方式，却依然是将很多目光扯了过来。紫色火焰！望着萧炎手掌上的那团紫色火焰，法码微微愣了愣，旋即轻笑道：“这小家伙果然是有些底子啊。”闻言，一旁的海波东撇了撇嘴，与萧炎相处了那么久的时间，他最是清楚不过这个家伙的底细了。这种紫色的火焰，仅仅只是他所掌控火焰之中最弱的一种罢了。
另外那种阴冷的白色火焰以及清灵的青色火焰，可是连海波东都有所忌惮的恐怖一火呀。紫色火焰在萧炎手掌之上犹如精灵一般的灵活跳跃，片刻之后，萧炎手掌轻挥，紫色火焰直接被抛射进了火口之内，顿时汹涌的紫火便是在药鼎之内升腾着燃烧了起来，冰凉的鼎炉迅速地升温着。当鼎内的温度升高到某一个界限之时，萧炎手掌贴在了火口处，缓缓闭目，灵魂力量探身而出，逐渐地控制着紫火的升腾。由于对紫火的控制力远远没有对青莲的星火精细，所以此时的萧炎也只能用手接触着药鼎，方才能够精确地控制着紫火。若是在此刻也学着青火那般离手操控，恐怕本来就已经很高的炼制失败率将会再次暴涨。对于这只有2次机会的考核上，萧炎实在是不敢冒那种险。紫色火焰在萧炎灵魂力量的控制下，极为顺从地压制着自己的温度，没有丝毫的反抗。这般过的片刻之后，萧炎手掌一招，石台上的一株药材便是被吸进手中，轻轻捏了捏，然后将之抛进药鼎之内，顿时紫火翻涌而上，将之迅速包裹。闭着眼睛，萧炎微皱着眉头，利用着灵魂感知力缓缓地提炼着药材。炼制丹药，药材的提炼必须达到一个度，有时候纯度高了一点或者低了一点，都将会导致炼制的失败。而也正是因为此，所以正统的药方方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大多的正统药方上面都是详细的记载着药材的那个提炼纯度的界限。可惜现在的萧炎并没有那般精准的药方，所以这一切都得靠他自己使用感知力来慢慢的试探着。一株低级的药材足足消耗了萧炎10来多分钟时间，方才逐渐的达到他自认为可以的地步。而此时他方才小心翼翼地将第2种药材投入药鼎。借着投入药材的空闲瞬间，萧炎瞟了瞟两边，发现小公主以及柳玲虽然同样是满脸凝重，不过手脚间却没有丝毫慌乱，脸上也并没有任何失措的情绪。想来炼制的过程一切都在他们掌控之中吧。砰！就在萧炎收回目光之时，前面不远处的一处石台上，烈焰熊熊的鼎炉却是抵御不住那越加炽热的高温，猛然间爆炸开来。而随着鼎炉的爆炸，其中正在炼制的丹药也是宣告破碎，于是无情的红灯刺眼地亮了起来。头发被炸得焦黑，脸庞也是面目全非。那名炼药师傻傻地望着那闪烁的红灯，半晌后方才骂骂咧咧地下台，咬牙切齿地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对着广场之外走去。在路过萧炎前方之时，后者有些讶然地发现，这个失败者竟然是一名别国的3品炼药师。可怜的家伙，心中略微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萧炎便是将这个小小的插曲抛了开去，继续将药材一株一株地谨慎投入药鼎，然后耐心地试探着提炼的最佳纯度。而有了先前那个失败者的前车之鉴，现在的萧炎无疑是显得更加小心。随着时间的缓缓度过，巨大的广场之上不断的有着红光闪烁，一个个脸色或铁青或赤红的炼药师皆是无奈的离台，然后在看台上无数道惋惜的目光注视下，悻悻地离开了这个让得他们伤心并且愤怒的场所。不过虽然这次的考核颇具难度，可不得不说，前来参加大会的也是有着很多具有料子的人，除开那些因为种种缘故而失败的参赛者之外，现在至少还有着将近大半的炼药师正和萧炎一般，安静仔细地试探着药材的提炼纯度。当墙壁之上巨大的沙漏滑落了将近一半之后，萧炎的对材料纯度的试探也终于是完全完成。除了在提炼间失手烧毁了2株药材之后，萧炎的成果还是算得上蛮丰富的。而接下来则是需要开始融合各种提炼的药材，使之形成真正的生蛊丹。这一步骤将会比先前的提炼更加繁琐，在这期间若是稍稍有些分神，恐怕便将会导致药材完全覆灭。而如果药材被消耗完毕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考核，萧炎也就可以直接被剔除了。清楚这一步骤的关键性，所以萧炎早有预备的将斗气化为薄膜，遮掩在耳朵之处，将外界的一些喧闹声都是屏蔽了去。随着外界喧闹的淡去，萧炎心神逐渐寂静，吐了一口浊气，双眸再度闭上，
手掌快速地拿起石台上的一个玉瓶，这里面盛装了先前萧炎从一株药材中所提炼出来的精华部分。握着玉瓶，萧炎略一停滞，便是将之倾倒进了药鼎之中，旋即紧接着又是迅速地将2瓶提炼出来的材料投进药鼎之中。灵魂力量谨慎地控制着紫火，缓缓地熏烤着那些户部买账的药材粉末，它们在细微融合间所反映出来的特效，都将会通过紫火中的灵魂力量快速地回馈到萧炎的脑海之中，然后他便能够借助着这些信息来分辨融合的方向是否正确。这种反馈分析是一种极其消耗精神的分析工作，不过也好在萧炎现在所需要分析的也就仅仅是2品药方而已，若是换上3品甚至4品的话，恐怕别说是他一个3品左右的炼药师，就是换成4品、5品的炼药师也基本不可能将之分析而出。毕竟若是分析药方真的是这般简单的事情的话，那么药方也就不怎么值钱了。砰！微皱着眉头，小心地感应着药材间的融合。某一刻，萧炎脸色忽然微变，药鼎之内紫火猛地一阵翻腾，滴滴的闷响声从药鼎内传出。那3种融合了将近大半的药材，顷刻间便是化为了漆黑的灰烬。而在材料化为灰烬之后，药鼎内升腾的紫火也是悄然的湮灭。微眯着眸子望着那化为灰烬的药材，萧炎微张着嘴，懊恼地拍了拍头。由于精神过度集中，他竟然都是忘记了这紫火并没有后援支持，因此燃烧的时间顶多只有1个小时而已。鼎炉内的闷响并不算太小，因此在声音响起后不久，那距离萧炎不远的小公主与柳灵便是将目光投了过来。当瞧的萧炎那没有火焰的药鼎时，皆是一愣，前者倒还要好些，只是对着萧炎露了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而后者嘴角扬起的幸灾乐祸却是有种欠扁的感觉。高台上望着那火焰忽然熄灭的萧炎、砝码等人一愣，不过却并未说什么，只是安静地等待着。虽然火焰熄灭，并且考核时间也快要到达，可萧炎台面上的药材应该还能剩下1份，因此他还有着机会。当然，这前提是他必须抓紧时间了，因为对面的巨大沙漏已经仅仅只有1/3了。清吸了一口有些炽热的空气，萧炎凝望着药鼎中的那些漆黑灰烬，微闭着眸子，片刻之后缓缓睁开，忽然淡淡的笑了笑。虽然这次失了手，可这生骨丹的炼制方法倒却已经被他摸索了一个大概，接下来便应该是那行云流水一般的炼制了。从那戒中再次掏出一枚紫色药丸，萧炎将之放进嘴中，缓缓地嚼动着。趁着这个短暂的时间，他目光扫了扫周围，发现小公主以及柳灵面前的药鼎内一枚丹丸的雏形竟然都已经开始了凝聚，显然再过不久就应该是成丹了。不错的速度，果然有点狂的本钱。挑了挑眉，萧炎嘴巴微张，紫色火焰再度喷吐而出，然后灌注鼎炉，双手略微沉寂，片刻后骤然开始了动作。只见双手飞舞间，那摆放在面前的6个小玉瓶竟然是被他全部倾洒着倒进了药鼎之内。竟然想要6种药材同时融合，这样虽然能够节约不少时间，可若是灵魂力量不够强，万一操作不过来的话，基本上是自寻死路啊。望着下方萧炎的这般举动，砝码以及奥托那一干经验丰富之人低声喃喃道，目光紧紧地盯着火焰翻腾的鼎炉。萧炎灵魂力量操控着紫火，将所有材料分隔而开，然后在熏烤中缓缓地靠近着。随着接近，它们终于是逐渐有了融合的趋势。巨大的沙漏，其中的沙粒飞速地倾洒而下。当！在某一刻，清脆的拍鼎声响在广场之上响了起来。柳灵率先手掌重拍在鼎炉之上，鼎盖被弹射而起，一枚浑圆的丹药飞射而出，然后被他跃身一把抓进了手中，脸庞之上的得意难以掩饰。当！又是一道脆响。另外一旁，小公主先手一招，一枚丹药从药鼎中射了出来。当当当！继这2道声音之后，巨大的广场之上犹如是起到了连锁反应一般，一个个鼎盖被弹射而起，好几百枚形状不一的丹药从药鼎中弹射而出，对着天空飞洒而去，然后被他们的主人兴奋地抓进手中。时间要到了，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中央位置处依然闭目的萧炎，在桥的对面
那即将完毕的沙漏，奥托手掌猛然紧握了起来。这个家伙每次考核都是要让人提心吊胆。广场之中，无数道视线都是缓缓投射到了中央位置的萧炎所在处，望着那沙漏中哗哗而下的丁点沙粒，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个站在最受瞩目位置的青年是否能够在最后的关头完成这一轮的考验。沙漏之中屈指可数的沙粒悄然坠落，当最后一撮沙粒即将滚落而下时，无论是观众席以及贵宾席之上，都是响起了一片遗憾的嘘声。当紧闭眼眸的青年眼眸豁然睁开，手掌轻拍顶炉，顶盖飞射，浑圆的丹药在最后一刻飞射而出，光彩夺目，让人目眩。